在挑战不可能的舞台上，有这样一群特殊的挑战者，用他们的挑战项目给我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们就是来自警界的精英们。对，比如我们在这个舞台上曾经见到过有警官依靠足迹来识别人，依靠人的影子来识别人，用画像来识别人。甚至还可以通过头骨的复原来识别人，各种各样的能力，让我们看到了在我们身边这样一些守护着我们安全的人。那么今天，我们挑战不可能青春特别节目，我们也把警界当中的2位挑战的王者请回了我们的舞台，掌声有请2位出场。过年好，又见面了。您好，您好，姚警官，董警官您好，又见面了。欢迎2位再次回到我们挑战不可能的舞台。大家好，我是姚刚，是来自湖北省沙洋汉奸监狱的一名基层民警。欢迎您。大家好，我是董艳珍，来自吉林省松原市公安局宁江1分局刑警大队。欢迎您，欢迎2位。2位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2位的曾经的挑战项目都给大家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听说艳珍现在已经从一名派出所的民警变成了刑警了，是吗？对，我参加完咱们挑战不可能这个节目以后，我就被调到1分局视频侦查大队，成为刑警是今年1月份，被调到刑警队的。那你可以更好地把自己的专业技能运用到工作当中了。对。我身边这位，我的老乡，来自湖北，对，一位监狱民警。他1年就多了1颗星。对。哦，我这个变化还是挺大的，不知道大家看到没有？对，还是李博士对这个很敏感。在今年的5月份，我获得了湖北省先进工作者称号，而且在今年的6月份呢，我也当选为团代表，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18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实非常的荣幸。非常激动，当然也背负了一种责任感。所以参加完我们节目之后，在过去的这段时间里面，2位警官在自己的工作当中、生活当中也都取得了很多的进步。对。但是2位今天来到这里，仍然还是要用你们极致的挑战，来为我们今天的新春特别节目送上一份你们的特别的新春贺礼。那么今天，2位怎么个挑战法呢？今天我们挑战的依然是通过行进中的影子来找出对应的真人。但看影子是你的长项啊，董警官是看脚印啊。所以董警官要看什么呢？我看腿。您看腿的影子。对。哦。因为在平时工作中，我利用足迹比较多。我到1分局视频大队工作以后，基本上接到全国各地求助、帮助分析的案子，都是一个人影。就是看到脸。有时候视频里很模模糊糊的一个影子。对，所以我想挑战一下自己，利用行走中人的影子来找一下人。所以董警官平时在工作当中对他有了新的要求，不光是足迹，很多视频资料实际上是要辨识人的步态。接下来宣布一下我们今天的挑战目标。我们会请出20位特殊的挑战助理，由评委随机为这20位挑战助理编号。这20位挑战助理将按照你们编号的顺序，依次从幕布后面走过，而我们的2位警官将观察他们20个人的剪影，最后找出评委选择的目标影子是哪一位？那么2位做好准备了吗？做好准备了。好，接下来我们有请2位挑战者到挑战椅稍事等待。请挑战助理为他们戴上耳机和眼罩，因为接下来我们马上就要请出我们的20位特殊的挑战助理。在此以前，不能让这2位接触到他们的任何信息。
首先，我们有请特殊的挑战助理，有请20位上场。长得一模一样哎，双胞胎吧？好像啊，这两个挺像，就是双胞胎，全是双胞胎，全是双胞胎。哇，走路都一样啊，就非常相似的非常像双胞胎，非常像。一模一样，双胞胎。欢迎我们的20位特殊挑战助理。刚刚他们走出场的时候，很多观众就发出了轻微的惊叹。原来我们和之前的挑战一样，找了10对双胞胎。哇，10对双胞胎，这20个人至少可以两两混淆。在我们的眼睛看来，你别说看影子了，就是看本人，我们都有可能会产生混淆。但是接下来2位挑战者要观察的是他们的影子。接下来，请挑战助理上号码牌，还要请现场的3位嘉宾评委为他们随机打乱、随机进行编号。这样的话，我们就确保所有的号码牌没有任何规律可循。把这20个号码牌随机发给我们场上的20位特殊的挑战助理。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我们的20位特殊的挑战助理到台下进行准备。谢谢各位，我们稍后见。同时，我们上稍后挑战的道具。这就是稍后他们观察要用到的幕布墙。去年挑战是露出了3条。对，这样，先找一位，现场的嘉宾帮我们站在后面试一下，让各位感受一下我们今天幕布的最大变化，好不好？好。 3位当中，跟刚才那些特别挑战助理最像的，我觉得就是董卿评委。你试一下。来吧，我陪你走。孙杨评委，来，请开灯。好，来。哇！这好像双重的眼睛。对。哦吼！这好像双重的眼睛。今年的影子好像有好几个，有重叠的。对。你们看到什么了6、9条腿。仙女。仙女。哦，我们看到。6条腿，李博士真会聊天，我们看到了6条腿。谢谢3位评委，让我们观众感受到了今年幕布的最大的不同。一个是我们流出的信息空间更小了，一侧是给上半身，一侧是给腿部，而且影子变成了多重的，深浅不一，交织在一起，重叠在一起。也给挑战者很多的信息干扰。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有请挑战者摘掉他们的耳机和眼罩，移步挑战区就位。有请挑战助理。2位也看到了，我们今年这个幕布和去年姚刚挑战的时候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我们留出的空间更小，给你的信息更少。给董警官的只有腿部的信息，给你的只有从肩膀往上这一部分的信息。我觉得对董警官也有难度，因为他毕竟是从变脚印变成了变影子。对，
这个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对，实际上董警官从过去平面的分析，变成现在立体的了。过去您看的就是脚印的这个足迹画下来的这个。对，过去当然也有深浅。对，那是静态的。那么接下来给大家宣读一下我们今天的挑战规则。评委针对20名特殊挑战助理随机编号完了之后，20名特殊挑战助理将按照你们刚才随机分发的号牌编号顺序从遮挡幕布后走过，他们是依次走过。挑战者将对20个剪影进行观察，观察结束以后，3位评委每人随机抽取一个目标编号，你们随机抽一个号码，而挑战者需要正确找到这3个编号的影子对应的特殊挑战助理是谁，才能算挑战成功。如果其中一个人找对了，另外一个人找错了，算挑战失败。挑战者只有1次挑战机会。而且在找人的过程中，2位还不能共同商量，各自工作，各自寻找。2位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准备好了。那好，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见证这样一个难度极高的挑战项目。我宣布，挑战开始。1号模特儿3个银子。我们看东西一定要一个正确的银子。现在你有3个，等于在干扰，所以他在脑筋里边要给3个合成1个，所以这就比较困难。足迹我有尺子，用眼睛和尺子结合着看，像这个影子就是靠自己的感官，所以这次没有底，比第一次要紧张。重影容易造成眼花，特别是在灯光的照耀下，影子的边际是不好第一时间把它锁定的。那2个站在不同的地方，一个在这边看，一个在这边看，不能讲话，各看各的。2个人错1个就失败。2号模特儿重影这个我是抓它中心主要运动那个，受力最重那个，因为它重影是从中心往2边扩的嘛，所以我就选择中间那个来分析。脑子要炸了。 6号模特儿，7号模特儿，8号模特儿。很多相同的东西出来之后，而且它是动态的，眼睛有点受不了。而且双胞胎之间它们相似度太大了，所以说在观察的时候呢，有可能出现错误。15号模特儿，挑战中就是记忆这块是最难的，为了记住特点，每一个模特走过来，我都把他腿型先给他画出来。我觉得对董警官有难度，因为他毕竟是从变脚印变成了变影子。董警官从过去平面的分析，变成现在立体的了。没有多大的把握。 2个人错1个就失败。18号模特儿，破解重影这种干扰，还是要通过自己思维上的一个分析推断。正常人影子应该是多宽。今年困难的就是资讯比以往少多了。 我们留出的空间更小，两侧只有大概宽30公分的区域，而且
影子变成了多重的。他两个站在不同的地方，不能讲话。他们俩答案必须是一致的。如果其中一个人找对了，另外一个人找错了，挑战失败。挑战失败。主持人，所有模特已展示完毕。谢谢，感谢我们的20位特殊挑战助理。接下来我们还要让20位特殊的挑战助理去稍微做一下准备，他们要遮挡住自己身上的号牌，然后再次登场。刚才我站在那儿，我就听见身后的观众在那儿各自发表高见。观众席里说：“看腿型就可以。”行，你们都有办法。接下来2位警官可以到等待区整理一下各自的资料，谢谢。1号模特、2号模特、6号模特。足迹我有尺子，用眼睛和尺子结合着看，影子靠感官，所以这次没有底。对董警官有难度。2个人错1个就失败。重影容易造成眼花，影子的边际是不好第一时间把它锁定的。好，观众朋友们，我们的20位特殊的挑战助理已经做好了他们的准备，接下来让我们掌声再次有请他们返回现场。来呀，看腿型啊！我们刻意把他们换上了运动服，遮盖了很多的身体信息。接下来，我们有请3位评委每人随机抽取1张号码牌，作为给姚警官和董警官的题目。有请挑战助理。请各位观众注意，我们现在的 A、B、C、D 这个字母顺序并不对应他们的号码，不是说1号、2号、3号是 A、B、C、D， 这个字母顺序也是随机贴上的。接下来，我们有请2位挑战者回到挑战位。题目已经在这里了。李昌钰博士选的是16号，董卿评委选的7号，孙杨评委选的20号。究竟这3个影子是属于哪3位姑娘的？这个需要你们现场来寻找，并且给出你们各自的答案。接下来，我们会请这20位特殊的挑战助理，按照他们字母的顺序，在 T 台上面来回走秀3遍，然后每位挑战的警官将会有10分钟单独观察的时间。每一个特殊挑战助理身上都贴有字母编号，2位挑战者分别将各自选择的3位目标人的字母写在您的答题卡上。我们稍后来进行验证。接下来，我们有请2位挑战者开始共同观察。请各位观众注意，我们现在的 A、B、C、D 这个字母顺序并不对应他们的号码，不是说1号、2号、3号是 A、B、C、D， 这个字母顺序也是随机贴上的。我们的2位挑战者根本没有办法通过字母的顺序来确认16号、7号和20号。高跟鞋和平底鞋走路有点区别，平底鞋走路步子会长一点，步宽也会变宽一点。16号模特，20号模特，很难分辨了。现在出来的时候呢，穿的是运动服，对肩部的遮挡呢，它是有一定影响的。7号模特，我对他们2者之间的这个动态还需要进一步判断。好，接下来，董警官单独观察10分钟，计时开始。白色。M 和 G 你俩下来一起走。腿型有直型的，有 O 型的，还有剪子型的。
他们要运步走起来都是有特点的。这 M 和 T。16号模特儿，7号模特儿，20号模特儿。姚警官单独观察时间。这位模特，上前一步，亲。嘴巴和下巴之间的影子，下巴和颈部之间的角度，脖子和肩部之间的角度，这3个弧度对我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是正面，一个是侧面。20位模特全部换上运动服，小腿跟肩部被服装包裹了起来，能够进行辨识的部位几乎全部被遮挡。而且所有模特都换上了平底鞋，走路的步态也跟穿高跟鞋有很大不同。2位挑战者面临着重重难关，只要有1人出错，就将导致整个挑战失败。掌声有请2位警官回到舞台中间。这是一项漫长而艰巨的挑战。接下来我们就要看6个答案是否和我们最终正确的目标人物能够吻合。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开始逐个验证。首先，我们来验证李昌钰博士您选出的16号影子是否是董艳珍警官和姚刚警官选出的目标人物。我们先来看董艳珍警官给出的答案。他认为16号影子的主人是，目前标号为。最开始揭晓的16号呢，是我最需要的答案。先是揭晓董警官的答案。那么在这时候呢，我的心情也是非常的紧张。16号模特儿，腿型有直型的，有 O 型的，还有剪子型的。他们要运步走起来都是有特点的。16号那个容易判断。难度最大的一题呢，应该是16号。Q 的挑战助理。16号模特儿。好，我们来看姚刚警官给出的答案。16号影子，他认为目标人此刻的字母代号是。第一个是最紧张的，揭开之后，我就在考虑姚警官那个到底是什么。他们俩答案必须是一致的。16号模特儿。嘴巴和下巴之间的影子，下巴和颈部之间的角度，脖子和肩部之间的角度，这3个弧度对我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是正面，一个是侧面。16号。挑战的要求是2人全部答对才算挑战成功，那么就要求2位挑战者选择的答案完全一致。如果2人所选的答案不一样，就说明其中有1人答错，那么将宣告挑战失败。Q， 好。我觉得如果2个警官都锁定了同一个人，这个几率应该比较大了。但别着急，有请字母标号为 Q 的这位挑战助理走到台中间。16号模特儿。他是不是16号呢？我们有请这位挑战助理慢慢的揭开你的字母遮盖。难度最大的一题呢，应该是16号。它与其他的模特行走的最大的区别在于它的步伐要比其他人要稍稍大一点，因为步伐我是看不到腿部的。我也是把它的相对的双胞胎4号也找出来了。我只是觉得这2者之间非常像，
在观察他们双胞胎的时候特别的困难。16号那个容易判断，她穿裙子的时候，腿外边这个边沿有一块肉是鼓着的。她穿着衣服的时候，走起路来骨头也是往外的。她双胞胎嘛，两边那个就小一点。10，对了一半了。16号模特儿。没，还没有，有可能是10号呢，这是。不要着急，不。16，漂亮！好，2个人选对了第一个，谢谢16号，选对了第一个。但是别着急，这才是1/3。7号，我们来看董艳珍警官给出的答案。7号影子，董艳珍警官认为他的主人目前的字母编号是7号模特儿。7号是最难的，他那个双胞胎腿是微微有点揉腿的。等咱们选择这个7号是不揉腿，这个是特别难。7号呢，很容易的导出来。D。7号模特儿。来看姚刚警官给出的答案。7号模特儿。7号呢，难度呢相对而言很容易的导出来。字母是，如果其中一个人找对了，另外一个人找错了，算挑战失败。这个真的太难了。D。好。希望很大，我们有请字母编号为 D 的挑战助理走上前来。7号模特儿。同样，慢慢的揭开你的字母编号。7号是最难的。7号呢，很容易的导出来。7号是最难的，和他一起那个双胞胎，他俩走路的姿势是一样的，这个是特别难。通过 C 和 D 行走的肩部这个动态的这个感觉，包括耳垂以及腮帮两边之间的宽度，把最终的7号很容易的导出来。哎。哇！7号。谢谢7号，谢谢。哇，太厉害了！但是对不起各位，我们的要求是2位一定要全部选对，还剩最后一个答案，千万要选对。20号，请看董艳珍警官给出的判断是。20号模特儿。20号他这个好人，他主要是抬腿的力度和别人不一样。20号模特儿。最后的20号对我来讲，信息量是最多的，轮廓都显得比较清晰。字母 L。20号模特儿。来，
请看姚刚警官给出的是如果其中一个人找对了，另外一个人找错了，算挑战失败。他们俩答案必须是一致的。啊，20号对应。哦，姚刚警官是经过了涂改，你之前是选的什么？顺序写反了。顺序写反了，对但是一开始您锁定的就是 L， 对，跟董警官一样。好，有请编号为 L 的挑战助理走上前来。20号模特儿，慢慢的揭开你的号码牌，从那边。他两个站在不同的地方，不能讲话，各看各的。19号20号模特儿，很多相同的东西它是动态的，眼睛有点受不了。脑子要炸了。它毕竟是从变脚印变成了变影子。记忆这块是最难的。第20号影子呢和第18号影子，它们是非常相似的。它们的相似点呢在于轮廓都显得比较清晰，行走的当中呢有观察下巴和它的脖子以及肩部的宽窄。那么通过细微的观察呢，最后很容易的把第20号找出来。20号他主要是抬腿的力度和别人不一样，再一个他踝关节比别的坚硬一点，比较好认。谢谢，太棒了，太棒了！6个答案全部正确。哇，这真是超乎我的想象。我本来以为可能有一个警官能够全部选对，但是有可能有一个警官会出现1到2个失误。但是我们现在发现2位警官完全在各自的领域发挥到了极致，全部选择正确。谢谢，掌声送给我们20位，让20位可以稍事休息一下了。谢谢各位，谢谢大家，谢谢。2位好，特别高兴，又一次见证了你们的挑战成功的时刻。那你们这一次的挑战成功和上一次在挑战不可能舞台上的感受有什么不同吗？总的来说呢，我觉得我是特别感谢挑战不可能这个舞台的，因为去年我在挑战的时候，我曾经说过，我是希望通过我们挑战这个节目呢，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监狱民警的职业，认可我们的工作。在今年呢，我们湖北有一个小伙，当时他在上海工作，他看到我们这个挑战不可能变异食人的这个节目之后呢，他就通过微博私信联系到我，他对这个监狱民警的职业特别感兴趣，所以他在今年呢也顺利的加入到我们这个队伍中来。当然这也离不开他后天的努力，而且呢，去年我的妻子也是在报考当中，那么在今年呢也是顺利走上了自己的工作岗位，现在他在我们监控指挥中心，夫妻俩现在都在监狱系统工作。董警官有什么想和大家分享的吗？有没有因为节目而带来的一些困扰？有，是2018年在我们当地发生一起命案。等我到现场之后，村头都是人，但是这些人都手举着手机，然后就这么录我，然后我还听到有人在说：“快看，这是挑战不可能那个董警官来了。这个案子如果要是破了，这个挑战不可能这个节目就是真的。”当时我也特别的有压力，我就想不能给这个节目抹黑，然后我就特别努力的用了半天的时间把这个案子破了。用了半天就把这个案子给破了。对。其实很有趣的是，今天我们这个叫变影食人这样一个挑战项目，而在西方哲学当中，哲学家喜欢把影子看作是黑暗的隐喻，他们认为影子是事物的表象，甚至是事物的假象。但我们今天看到2位中国警察通过重重光影，
透过这样的表象，最后居然还原了事物的真相，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所以也希望你们能够在未来的日子里边，利用你们的特长和技能，还我们以更多的公平和正义。谢谢你们，向你们致敬。警务人员是代表国家正义的力量，它是保护国家社会安全跟人民生命财产的主要的力量。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对所有警务人员致敬。在过年的时候，中国人有很多传统的习俗，但是有一个习俗，我相信大家是都喜欢的，那就是拿红包。当然，拿红包的人喜欢，发红包的人心疼。今天现场这么多观众，又是大年30儿，你说我们节目能省了这笔红包吗？省不了。我们今天请来了几位高手，来完成发红包这个任务。让我们掌声有请来自4大银行的点钞高手出场。中国工商银行浙江省分行第16届业务技能比赛手工点钞冠军卓敏静，中国农业银行常州分行第17届业务技术比赛单纸单张点钞冠军毛红丽，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10大技术状元赛手工单纸点钞业务技术状元李丽，和第8届中国银行杯银行业职工技能比赛中国建设银行单纸单张点钞冠军张琴。欢迎4位。在之前我们挑战不可能这个舞台上，我们见证过来自银行的这些高手们，他们点钞的这种神乎其神的技艺。那么今天大过年的，他们4个人要用他们自己的这种特别的职业技能，给大家展示一下发红包的特殊方式，作为他们的一份特殊的新春贺礼。有请4位就位。首先呢，由我教给大家2种特殊的发红包方式。那么我们的第一种方式呢，叫做4指4张，它是用4只手指依次拨动钞票，一次清点4张的方法。另外一种方法，它叫做打扇面，它还有一个更好听的名字，叫做孔雀开屏。哦，它是以10张为一组，10组即为100。下面我也给大家介绍2种发红包的方式。那么第一种呢，我们把它叫做打算盘式。这个呢是用我们的右手的拇指和食指，把钞的2角一左一右向下滑拨，1、2、3、4，像这样。这个呢滑动的手势看起来就像打算盘，所以我们把它叫做打算盘式。第2种叫做接2连3。这个呢是用我们的右手的食指和中指同时向下滑钞，一次滑3张，所以我们把它叫做接2连3。拇指按，它是用我们的右手大拇指向下向外侧拨动钞票，这是比较常见的一种。对。下面是弹琵琶。用我们的右手5个手指依次的拨动钞票，1、2、3、4、5，1、2、3、4、5。哇！大珠小珠落玉盘。哇！翻点法，左手按钞，右手将钞券拧起，左手的拇指像翻书一样将钞券往后翻，5张为一组。这个就得翻得特别准。你要保证每次翻出来是5张。对的。100米冲刺法，右手2只指头像2条腿一样在钞券上不断往前跑。祝大家在2019新的一年里，每个人都能像100米冲刺一样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
恭迎新春，祝大家幸福安康。谢谢，谢谢我们4位银行的点钞高手，来，请各位回到舞台中间。因为我们上一季也有这个点钞高手来到我们这个挑战现场，所以今天我不知道他们4位来挑战是否比上一季的难度更加高。今天呢，我们要向蒙眼点钞最多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发出挑战。接下来，有请我们的挑战助理为4位准备挑战道具。挑战助理手里拎着的这个小箱子里面装满了钞票。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出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官来为我们的记录做现场认证。大家好，我是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官吴小红。我是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官罗琼。那么我们4位要向30秒蒙眼手动点钞最多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发起冲击。这个记录是谁保持的呢？30秒蒙眼手动点钞最多，现记录是178张，仍然是我们去年在挑战不可能舞台创造的记录。哇！所以今天如果这项记录被打破或者被刷新的话，记录的保持者仍然是我们挑战不可能的挑战者。对对对。 4位挑战者用任意手法挑战蒙眼手动点钞，在30秒的时间内写下正确的钞票数量，并打破178张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即为挑战成功。挑战者仅有1次挑战机会。接下来，我们有请挑战助理为4位挑战者分发挑战所用的钞票、眼罩以及答题卡。 为了保证挑战的严谨性，我们请认证官对于钞票进行检查。非常紧张的，很忐忑，都是4大行的各高手，有点信心不足吧。 我这个水平，我就觉得跟他们应该不是同一个档次的。他们都是省行的单指冠军，但是我是多指冠军，所以应该没有什么可比性嘛。最多是来挑战自己，没有说挑战其他的选手。道具符合吉尼斯世界纪录规则要求，可以挑战。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把挑战现场交给吉尼斯世界纪录的2位认证官。选手准备。 3、2、1，开始。每一位的间距都是非常近的，那么边上的点钞声音很有可能就会影响到边上的另一位挑战者。 再加上我们现场非常紧张的气氛，对他们每一个人的心理压力都是非常大的。一般点钞是运用眼、手配合进行，蒙眼手动点钞挡住了主要的视觉，这让挑战者无法看见所点张数，只能通过触觉和听觉来判断，而现场的声音也会对挑战者造成一定的影响。在重重的阻碍和压力下。 4位挑战者能打破178张的世界纪录，挑战成功吗？那边2个女的快一点，这个男的也挺快。对，红丽的手特别快。停。我们的4位选手都已经完成了清点，接下来请把各位清点到的数字 写在答题板上，认证官和挑战助理就位，准备验证挑战结果。我们先验证中国建设银行张琴
先看看他自己写下的挑战张数是多少。来确认一下数字。第一摞是137。嗯，198，不可能吧？差了10几张。偏差有点大，一般我觉得像他们误差个1、2张、2、3张，我觉得。张琴现在一脸的茫然，对。我对自己的实力还是比较认可的。中奖198的时候，我有点感觉到不可思议，是不是点钞机有点点错了？再点一遍。能不能再点一遍？张琴说能不能再来一遍？好的。果然198。点钞机2次出现同一个数字，也不太可能出现错误。对，如果他刚才要是数对的话，198一下子把记录提升了20张，所以你是相当有实力的，一定要对自己有信心。我点第2遍是198的时候，我心里吧既高兴又有点失落。高兴的是我居然能点到198，不失落的是，我点错了。来看第2位，中国银行李丽，她的数字是191张。我写的数字是191，如果这个数字能对的话，那这个吉尼斯世界纪录也许我就能拿下。认证官进行验证。191。李丽30秒蒙眼手动点钞191张，成绩有效。我们再来看第3位，中国农业银行毛红丽的，她的数字写下的是200，整。哦天哪，点这么多！毛红丽她是曾经参加过，她的胜算是比较大的。来，我们来看一下红丽的钞票，加油！200张，200整。写的时候我也犹豫，到底是写200还是写201，中间有一个地方顿了一下，但是我还是感觉应该相信自己点的一个数字嘛。200整。特别的懊悔，上次参与这个节目呢，我也是差1张，这一次还是差1张，还是挺有压力的。我还以为对了，非常可怕的一个成绩，很遗憾差了1张，很遗憾。我们来看看这一轮到底有没有人还能打破191这样一个记录。我们来看中国工商银行闵静的答案，他写的是
这是到目前为止出现的一个最高数字。要是能够验证成功的话，那么毫无悬念，这个数字将夺得最后的胜利。就看验证这个环节。心情是非常复杂的吧。希望自己能对，也希望打破这个记录。验钞机。验钞机，验钞机，202，卓敏静30秒蒙眼手动点钞202张，成绩有效，恭喜卓敏静创造一项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称号。卓敏静在我们挑战不可能的新春特别节目之上创造了202张30秒蒙眼点钞全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祝贺卓敏静！祝贺他成为了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的保持者。哦，厉害！李丽的成绩会出现在我们的数据库中，并且还会有一张吉尼斯世界纪录证书。啊，尽管只有短短的几分钟的这个时间，但是这个记录是承认的，而且它在世界上出现过。坐在台上的4位高手真的是不分高下。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给各位一个挑战的机会，我们挑战升级。4位挑战者将挑战3分钟蒙眼点钞。这个难就难在中间，只要出一个差错，有一张你没听清楚，后面就白点了。太难了。先问一下任正官，3分钟蒙眼点钞目前的世界纪录是？3分钟蒙眼手动点钞最多是一项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记录。就以前没有人挑战过。没有过。规则要点与30秒保持一致，只是用时延长至3分钟，最低要求是750张。按照敏静刚才200张，30秒的话，那3分钟应该是400。是多少？赶紧算呀！1200张。1200张。对。3分钟的挑战并不是30秒的简单叠加，因为随着时间的加长，对体力、注意力以及准确度要求更高。他的速度会下降，他的手指。谁能够在这个挑战当中能够创造一个新的纪录，那真是前无古人。好，接下来有请挑战助理为4位准备道具。3分钟蒙眼手动点钞，对于挑战者的体力、注意力以及准确度都是更高的考验。面对从未有过的全新挑战，4位挑战者能挑战成功吗？3分钟这个项目真的是特别的困难，这个项目成功率不是特别的高，我感觉就已经没有希望了。选手准备。3、2、1，开始。他们4个人技术动作都不一样，最累的那种可能是洪丽和敏静用的方案。敏静那个像切菜一样，你感觉没有？洪丽是像刮彩票一样，而这边的2位都是单指，一个指头这样哗哗哗哗哗往下点。
3分钟呢，有一个拿和放的动作，然后还有就计数，100、200、300，这个计数也是很难的。点的数越多，口和手根本就对不起来。就完600张了，再往下数，可能还是个600张，或者是变成了800张了，这样就容易混淆这个百位数，就会导致偏差。他点钞票完全看手指跟手腕，手指手腕，他的肌肉不是很多，长期的工作，他就会产生疲劳感，发生一些误差。3分钟的挑战，他的疲劳感不是只是加倍，到了3分钟，太多了，所以非常困难。挑战的剩余时间已经不到1分钟，4位挑战者的体力明显下降。这场对体力和脑力都是极大考验的挑战，他们能挑战成功吗？停。请各位将自己数出的张数写在答题板上。太可怕了！之前我一直以为数钱数到手抽筋是个传说，今天现场才发现，真这么数下去，真有可能抽筋。现在4位都已经把答案写完了，我们有请挑战助理到台上帮我们一起验证答案。首先来看中国建设银行张琴，他写下的数字是800。哇，26。很显然，他本来想写5，后来一想又加了一张。对，也可能是7呢。也有可能想写7。刚要写的时候就是827，因为我手指带了一张下去，我不确定我是否带张了没带张，我就想我还是按没有带张的算吧，就写成了826。验证官开始验证。你为什么不多27？你是开始想写7还是想写5？想写7。哎呀！时光倒流。很失落的心情，这也说明我的经验还是有点不足，以后还得会加强练习。接下来，中国银行李丽，我们来看他写下的数字是700。700。790。797，来看看这个数字能否准确。吉尼斯世界纪录750张，所以我就想着我把速度放慢，以准确率为主，只要超过750张，就很有可能拿下这个纪录。797，797，797，7啊，771，这个误差在你想象之中吗？
不在。771和797差了20多张。对，那中间数数的时候应该是1、2、3、4、5、6、7、8、9、1这种，可能差10张，可能记数记错了。哦。还有最后2位，我们来看中国农业银行毛红利的数字是882，红利，它这个数字能否准确？来看接下来的验证。3分钟真的是特别的困难，这个项目成功率不是特别的高，我大概也只有70%的把握。到底是多少？7、8、比我们挣了那么多钱还高兴。毛红利3分钟蒙眼手动点钞882张，成绩有效。毛红利此刻站在了历史的一个全新的起点之上，但是毛红利，我想提醒你别忘了，刚才李丽的一项记录，大概也就保持了几分钟，后来就被一个叫闵静的人打破了。接下来我们看看闵静这一轮的成绩，当然他写下的数字要超过882，我们才进行验证。8。804，所以闵静在这一轮自己点的数字就没有超过882，所以我们也就不用验证了。掌声祝贺毛红利！今天我们在这里见证了一个全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诞生，以前从未有人尝试过。来，有请4位回到舞台中间，也有请我们的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认证官为毛红利颁发证书。目前全世界3分钟蒙眼点钞速度最快的人，毛红利。谢谢我们2位认证官，谢谢2位。我觉得我们3位也要平复一下我们的心情。我很好奇的是，红利，去年你并不是代表农行成绩最好的选手，那为什么今年你又来了？去年我以3张之差与这个吉尼斯失之交臂，那么我经过1年的训练，我想把这个记录拿回去。那这1年你是怎么练的呢？每天下班之后都会抽出一定的时间来进行训练。你的家人会怎么看你这样的一种训练？家人还是都挺支持的。没有，爸妈现在家里如果没有数钞票的声音啊，爸妈会觉得很寂寞。所以在第1轮成绩并不是很好的，或者说不是最好的情况下，你在第2轮怎么样来应对调整？其实呢，我有一个毛病，就是一到比赛就会紧张。虽然说我入行第1年就能够代表市行到省行参加比赛，也经过了3年多的磨练吧，但是每一次到这种大赛，我就会紧张。像我现在手上都还全是汗。那你后来是怎么调整的呢？其实是在这个之前，我找了一位心理医生，他帮我进行了辅导。他说你要破除这个心魔，首先你要接受它。你可以告诉所有人你这个缺点，然后在今天上午发个朋友圈。就专门说了，我今天要比赛，我很紧张。然后我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他们跟我说手越抖点得越快。我觉得红利太可爱了。
其实还是源于他平时一直的苦练嘛。现在也是过年的期间，是不是也是各位在柜台最忙的时候？对，是经常会要用到手动点钞吗？我们行是接触的外币比较多，然后平时我们工作当中，这个收付外币是有很高的要求。我们要求的是人工核验2遍之后，点钞机再验1遍才能向外支付。平时上班就是点外币现钞，人民币现钞点的还是少了一些。就是在今天看似机器早已比人更快，也比人更准确的时候，为什么每年银行还要举办这样的点钞大赛？为什么挑战不可能的舞台上，每年我们还有这样的项目存在？因为对职业技能的打磨和锻造，本身就体现着我们对职业的敬畏和热爱。老子说：“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在今天说，也就是工匠精神了。工匠精神已经不仅仅是职业能力，更是一种职业道德、职业品质。所以，我觉得要向各位致敬，因为工匠精神体现了一个社会的文明进步的程度。你们是我们的榜样，我们也要向你们学习。也希望在新的一年里，能够有更多的朋友有这样的一种精益求精、追求完美的精神，去成就各自的精彩的人生。谢谢你们，谢谢！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4位挑战者，谢谢你们给我们带来的精彩挑战，也祝贺2位把这个吉尼斯世界纪录带回家。谢谢，也祝你们新年快乐！新年快乐！